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臭母老虎，死母老虎！你以前不是很凶的吗？现在竟然来求我，叫我算了，怎么算？啊！妈，你别再喝了。不要管我，让我喝。10几年前，你说算了，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？现在人都要死了，才说原谅，你吃不吃一点啊？要我原谅你，除非你把张永年还给我了。臭女人！把我们害得那么惨，还叫我们原谅他。阿月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？妈，你干嘛？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找啊。这是那臭女人叫我交给你的。你见过她？她说那个臭男人就要死了，她叫你去看看他，免得他死不瞑目，冤魂不散。我不去啊。不去也好，臭男人，没用的东西。要不是你怕老婆，我会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吗？臭男人，没用，我看你现在死不去。你要死，快点死啊！拖拖拉拉等什么？妈，别再说了哈。我整天都招呼他早点死，他现在真的要死了。
阿月啊，你说好不好笑啊？别再喝了。真的很好笑，真是老天爷有眼，真的太好笑。阿顺，强哥，强哥，不是说好3天过后我连本带利还给你的吗？你这么早来干嘛？我今天是来拿我的利息的，3天后我要拿回我的本钱了。可是我身上都没有钱。你说什么？我真的是没有钱吗？你逼我是没有用的。喂，我逼你啊！当初你跟我借钱，你很爽快啊，你还钱最好是爽快一点啊。我真的是没有钱，你要去哪里生给你啊？现在不管你了，如果你不要浪费我的钱买气、卖猪头，你现在就还钱啊！哇，强哥，你不要逼我嘞！老哥，哎，老妹，你身上有没有钱？你要钱来干什么？哎，那些人是谁啊？你别问这么多，你到底有没有钱？我只有200块。快来来来，哦，快点不！用催。那200块。喂，老哥，强哥，这里有200块，其他的3天后再还你。啊，我先拿你200块，3天后我看不到钱了，我就打到你进医院睡啊！听到了没有？走。老哥，你向高利贷借钱啊？喂，你为什么跟高利贷借钱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以为我想的咩？我现在借了大 project， 需要钱来周转的吗？阿伯又进了医院，我不跟高利贷借，跟银行借啊？神经病啊！高利贷的利息这么高，万一你没钱还怎么办？哎呀，放心啦，我只要把这个大 project 做完了哦，就会有一大笔钱进来的。可是，不要可是，总之你要记得，不要让你大嫂知道，懂不懂？哦，走了，回家吃饭。哇，是什么事啊，老哥？怎么这么臭啊？哎呀，老哥大嫂怎么这么粗心呢？哎呀，怎么知道啊？哎呀，阿伯，在房里。雷，起来啊，雷！快起来啊！奶瓶烧焦了。你呀，奶瓶烧焦你不知道，阿伯还哭个不停，你又不管，我看你被火烧死也不知道啊！这睡，你在做些妈妈呢你？你这么大声做什么？人家很累，只是睡一下子而已嘛。累，开下孩子就累啊！我在外面做工不累啊？再做点东西都不会，你真是没有用啊你！看孩子是一点点事情啊，人家看孩子是24小时的，你做工还有时间休息，你这样厉害，你来看呐！我看孩子，谁来赚钱养家？靠你啊！我当初不懂用哪个眼睛看上你是个废物啊你！是啊，这废物啊！你蛮厉害，你蛮厉害！好了，不要吵了。阿伯一直哭，你们却吵个不停，连看也不看他一眼，你们怎么当人家父母亲的？你看，阿伯生病你都不知道，你真没有用啊！老哥，阿伯又发烧了，怎么办？你看，还不赶快带他去医院？走了。黄医生，阿伯怎么样？孩子的抵抗力很差，加上没有小心照顾，结果感冒了。我们得给他抽血化验，看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？阿伯抵抗力差，关我什么事？那阿伯会不会有事啊？我会开退烧药和抗生素给他吃，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留院观察1、2天的好。还要留院呢？不用了吧，医生？医院有护士可以照顾他，而且你太太可以向护士学习怎么照顾孩子。我觉得这对孩子和你太太都有帮助的。太好了。
好什么好啊？住医院要钱的，你懂吗？老哥，黄医生也是为了阿伯好啊。黄医生，谢谢你啊。要你照顾孩子不会照顾，你做教育又不会做，整天只会睡，想去睡死你啊！那你呢？阿伯出事到现在，你哪里有照顾过他？你要我照顾孩子啊？那谁去赚钱啊？靠你呀！我又没有让你去赚钱，现在只要你照顾阿伯，你都不会，你真的是笨蛋啊你！你干嘛一直骂人家啊？你骂人家骂得很爽是不是？从家里吵到医院，你们还吵不够啊？人家以前什么家务都不用做，自从嫁给你啊，什么都要做，整天骂我，你不知道你骂我干什么？如果不是你，我可以天天跟朋友啊出去外面买东西、吃东西，开开心心的。现在看我像什么？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人家的朋友啊还嫌弃我像安迪，不肯跟我出门呢。那你现在是怪我喽？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那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可以这样惨啊！你惨我不惨啊！我现在这么辛苦，不是为了你跟阿伯咩？啊！你这么委屈，走咯，你走！你这么有本事，你给我滚！滚啊！现在！不要再吵了！如果你们还要再吵，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出去！你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哦，你呢？阿顺啊，最近有没有看到明胜啊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，什么事啊？怎么说，传言是真的啦。什么传言？听说明胜赌马输了一大笔，跑路了。开玩笑吧？你不信啊？打电话给他看看。他的电话各死了嘞！难道他真的跑路了？我的钱还没有收，怎么可以跑路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报警了怎么办？报几个被拿回钱的啊？如果他没有把钱输光的话喽？哇，彪哎，我只剩这个最后一间了嘞，还以为很快可以拿到钱，怎么可以给我跑路？我们还不是一样？那我不是连渣都没有？就怪我们倒霉喽。老板，那我们的工钱呢？人都跑了，我去哪里生钱给你啊？老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给人家跑钱是你的事哦，你可不能跑我们的钱哦。我钱是没有啊，命只有一条，要不要？啊！啊！阿莲失踪。阿莲，开门！阿莲，阿莲，开门！阿莲啊！哎，阿爸，阿莲有没有回来啊？你还好意思来找我？阿爸，你让我见一下阿莲可以吗？你可别口口声声叫我阿爸，我受不起。你跟阿玲又没有行完人婚礼，又没摆酒，我可不认你这个女婿啊！阿爸，阿伯生病了嘞，阿玲怎么可以这样跑掉的？如果你对她好，她会跑掉吗？因为你没有好好照顾她，让她吃苦，对她将佣人的呼呼喝喝，佣人还有休息的时候，她连佣人都不如。阿爸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这样对阿玲，我都还没有跟你算账，你竟敢上门来讨人！阿爸，你要算账以后再讲啦。你跟我说阿玲在哪里？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我再也不会让她回去当你的免费佣人。哎，阿爸！老哥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样子像没事吗？大顺啊，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老婆跑了，钱又收不回来，
又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你不用太担心，我会用我的保健储蓄来帮阿伯付他的医药费。等阿伯出了院，我会向医院请假来照顾他的。丹顺啊，如果你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话，就应该想想办法。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，算什么男人？我现在很乱啊，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中肯，你身上有没有钱啊？300块吧。哇，병哎，只有300块啊，连还大耳窿的利息都不够啊！这次肯定被砍死了，这次。老哥，你不要太担心，钱方面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中耿也会帮你的，对不对？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也会尽量帮你的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你就不要那么担心了。现在最重要就是把大嫂找回来。阿伯始终需要妈妈的。喂，干嘛在看着我？我很美哈。你呀，真的让我大跌眼镜哦。干嘛？没想到啊，你平时傻里傻气，整天跟你哥哥斗气，原来啊还很讲义气哦。多谢公子夸奖。其实啊，要不是你家里发生的事情啊，我都不知道你是那么顾家的。大美本来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女孩啊。对啊，你没追她，是你没眼光。对对对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竟然啊不知道有一个那么重亲情的美女，原来就在我身边。没有办法，我小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妈妈，从小呢跟我哥哥相依为命。他现在有困难，我不可能不帮他的，更何况小时候他那么照顾我。大美啊，你平时虽然很迷糊，可是却很有爱心，我欣赏你。血浓于水嘛，谁叫他是我老哥？你会这样想是最好的啦，亲情当然是最重要的，哪像有些人啊这么绝情，老爸快死了也不去认，真是良心被狗吃掉了。你干嘛乱讲话？我说的是事实啊，根本就是冷血动物。你没事吧？JJ 说话就是那么没经大脑的，你别管他了。你是不是也跟其他人一样，觉得我冷血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血浓于水嘛。可是对于一个抛弃我跟我妈妈10几年的人，我实在做不到像丹美那样重亲情啊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我只能说啊，其实你跟丹美的性格真的差得很远。丹美她个性率直，不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啊，总会噼里啪啦的说个不停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说出来以后啊，她很快就把事情给忘记了。而你呢，总喜欢把不开心的事情放在心里不说出来，所以你一直都很不快乐。还有，我觉得你把太多的包袱扛在自己身上了。一个再坚强的人，也会喘不过气来的。上一代的事情，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。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，也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蝴蝶的故事吗？为什么不试着放开手，让自己活得更加快乐呢？我真的很希望你会更加快乐的。不要
谈这些了。你刚才说耽美这么多优点，你是不是想说她的性格比较可爱啊？不是。你是不是喜欢她了？不是。你还说没有？真的没有。我只喜欢你一个而已。银花5钱，牛蒡子4钱，豆豉3钱，竹叶2钱啊。滚那边啊！这个银招伞你拿回去啊，水3碗半，煎到8分，服用后就没有事了。洪师傅，谢谢你了，小意思了。来，拿回去煎吧啊。谢谢。老妈。回来了。老爸。古尼贝，你感冒了？老毛病啊。咳嗽感冒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如果不好好医治的话，会造成气管炎和肺炎的。你还是去看医生，拿一点药吃比较好哦。看什么医生？他回去后服用我的药就没事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洪师傅说的对，不用看医生了。对，老爸说的话最有道理啦。那当然了，你以为我洪师傅的招牌是假的？哎呀，阿丽，你又受伤了，痛不痛？阿丽乖哦，再忍一忍就会好了啊。其实医院里有加强骨质的药，不然带他到医院接受治疗吧。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的？老爸，我不是在跟你作对，你不是每次都说急治标缓治本吗？到医院接受治疗就是治标，之后再慢慢调理啊。古尼贝啊，我看还是带阿丽到医院接受治疗吧。好了，洪师傅多少钱？3块钱了。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我们认识那么久，你还跟我客气？古尼贝还是……哎呀，医院里面那有像洪师傅这种义薄云天的医生，收这么少钱的？碎骨症是因为缺乏骨胶原所造成的，阿丽应该去打针，加强她的骨质密度啊。可是我听说这种针很贵的，以古尼贝的收入，他负担得起吗？老妈，再贵也要打，阿丽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那我有替阿丽啊定时的推拿，主要是让她这个血气循环，调和脏腑嘛。哎，那中药我也抓给她服用了，疗效还不是一样。老头子啊，古尼贝不是没有结婚吗？怎么会有阿丽这个孙女呢？她是捡来的，据说古尼贝在垃圾堆看见她，觉得她可怜，就抱回去领养哦。哎呦，他的父母也真是的，一定啊是发现阿丽呢有病，就把她丢掉不管了。古尼贝真的很难得哎，自己的生活那么艰苦，还负起养育阿丽的责任。就是因为阿丽是捡来的，没有抱生子。所以不管他病得多重，古尼贝不会带他去看医生的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他担心万一被人家发现到他不是阿丽的亲人，阿丽会给人家带走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洪师傅，哎，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呀？洪师傅，我去看看。洪师傅，洪师傅，洪师傅。阿丽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的手干嘛这个样子？我去拿药油给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快点去救阿公。古尼贝，古尼贝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阿公跌倒了，跑不起来。古尼贝，古尼贝，古尼贝，古尼贝！哎呀，来，快点起来！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快来帮忙！哦，古尼贝，来，起！你怎么了啊？刚才我喘不过气，头晕，就跌倒了。扶他到床上去，我跟他看看。哦，快！这样。
公，你痛不痛？不痛，阿公没事啊。阿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跟你阿公把脉看看啊。阿丽啊，你先出去啊。周根。古力贝，你现在感觉到怎么样？现在好一点了。人老了就没用，一跌倒就爬不起来了。你还很壮了，没有事的。我自己的身体我很清楚，里面的机器都坏了。不用担心，那我拿了一些药散来，待会儿我冲泡给你喝，补肾气，也许就没事了啊。我不是担心我自己呀，我是怕我死了，有谁照顾他了？乱讲话！我们义字当头的人不会有事的啦，不容易死的啦，啊！时间一到，总是该走。你休息一下，我去冲泡那些药散给你喝，啊！阿丽，你的图画得很漂亮哎，这是你跟你的阿公吗？你有没有去过海边啊？阿公一直说要带我去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去过。那你画图是跟老师学的吗？我没有读书。进来。嘿，放完假了。你研书怎么样了？你记得这个吗？看开一点吧。来，走。听护士说，我放假的这几天，有病人需要医药援助，是吗？啊，对，你要的资料在这儿。嘿，原来掉在这儿啊，怪不得找不到。不好意思啊。你都还没有吃啊？反正都已经坏了，丢掉吧。等一下，不能丢。你看到这个chart吗？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会看着它。很奇怪的，我看着看着看着，心情自然就会好起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饼干已经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了，你不可以丢掉了。汤米，汤米，你怎么哭了？啊 Tommy， 送给你，喜不喜欢？ Tommy 怎么了？你干嘛没讲啊？爸爸几时才回来看我？爸爸要过了圣诞节才可以回来看你呢。不要，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Tommy，不要闹了。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Tommy， 我要爸爸。你怎么哭了？我要爸爸。Tommy， 啊，我还是有东西要送给你哦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嗯，看，啊，送给你。哎，巧克力在哪里？巧克力在哪里啊？在这儿。那送给你。想不到黄医生也会变魔术哈？不止呢，黄医生还很有爱心呢。嗯，是啊，他总是让哭的孩子笑起来呢。我不只要他们笑起来，我要他们好起来，对不对，汤米？立柱，我有东西要跟你商量，你跟我来一下。
你能不能再考虑让汤米动矫正手术？动大手术？他的血最近特别的浓，血流也不是很顺畅。如果他不动手术的话，我担心他有再次中风的可能性。不，其实2年前，心脏跟他的主治医生已经跟我提过这个建议，可是被我拒绝了。我明白你担心，可是任何手术都有它的危险性的。以汤米现在的状况，动手术已是必要的了。不动手术，让一劳永逸，那不是？不，把心打开来，我不敢让汤米冒这个险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们医药现在那么发达，你要对我们有信心啊。王医生这么说，一定有他的理由的。你就让汤米动手术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害怕去面对他的手术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安排你见心脏科的医生，让你了解手术的情况。我看还是不要了。你别那么快说不嘛，你再考虑一下。我去看汤米。汤米，是啊，听听主治医生的意见也好啊。你不明白的，动大手术费用肯定很昂贵，我恐怕负担不起。你放心吧，只要你肯让汤米动手术，我可以帮你申请 NKF 儿童医药基金的资助的。医药援助也不可能资助所有的费用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申请到最高的援助的。哎，对了，有个好消息忘了告诉你，上一次你去面试的工作已经有回应了，他们决定聘请你呀。真的吗？他们会写信通知你的，你呀就等着上班了。J'ai tant de fois battu son vieux pavé, tant aimé son décor, sa mise en scène. 担心 Tommy 的手术。放心吧，这里医生水准那么高，Tommy 的手术一定会成功的。我就快去上班了。Tommy 动完手术之后，也不知道由谁来照顾他。以前还说有妈帮忙照顾，可是现在连我妈也病倒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以Tommy和你妈妈现在的状况，你实在是不应该去做工。Sunny 已经帮我申请 NKF 儿童医药基金的援助，可是我自己也需要生活。你一个人2头忙，真的不容易。我单想去工作，还要照顾 Tommy 和你妈妈，会照顾不来的。现在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你还年轻，真的没考虑再找个对象啊？我已经不年轻了，我又不是18、20。再说，我身边还多了一个孩子，谁会看上我啊？我咯。别开玩笑了。哎，你不是说去相亲的吗？怎么样，找到适合的对象了吗？看了几个，可是没有适合的人选。一定是你要求太高了。不是，是我心目中已经有对象了。看了这么多个，我还是觉得舅舅比较香醇。我现在跟你说相亲啊，怎么扯到酒了？丽珠，嫁给我吧。丽珠，嫁给我吧。怎么样？既然你需要一个伴，我也在找个对象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？你是不是被你妈妈催坏了？谁会找个人充数啊？
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已经够惨了，别再开我的玩笑，快吃吧。丽珠，刚才我说的事，你考虑考虑吧。你再说，我可要生气了。我是认真的，丽珠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没有结婚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。是你太挑剔了。不是，是因为我忘不了你。每一次我认识一个新的女朋友，我都会拿她们跟你比较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都在我心里，我的心容不下其他女人。当再一次遇到你，知道你跟你先生离婚了，我很惊讶自己居然会很高兴。这些都证明我始终忘不了你。丽珠，给我一个机会照顾你好吗？不。为什么？以我的条件，我一定可以给你很好的生活，我也可以帮他们找最好的医生，也请专人来好好照顾你的妈妈。谢谢你，罗宾。你这番话让我恢复失去已久的信心。可是这次恐怕让你失望了。为什么？你说的对，以你的条件，肯定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子。对不起。马德，爸怎么样了？他刚才吐了很多血，现在又昏睡过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医生说，他的生命有转弱的迹象。爸，你爸他想回家，我明天会带他出院。爸，你不能离开我们，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啊，爸。你爸的心愿未了，难道就这样走了吗？莎莉，上来。莎莉，莎莉。找钱啊？难道抓蟑螂啊？家里的钱啊，全给你输光了，哪里还有钱？走开！我叫你走开！走开啊！王八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还有这么，还有支票！王八蛋，这么多钱你还讲你没钱？你还讲你没钱？这些钱是薛的，爸留给薛，你不能拿。去你的！反正你们都不交混蛋的钱，倒不如这笔钱拿来给我搏一搏。不可以，这笔钱要给薛读大学的。你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！你几时变得这么管心修远啊？我不准你拿，我不准你拿走！啊！哎呀！我养你这10几年，拿你一点点钱你就光光这。喂，放手啊！谢谢，你来这正好，我们去银行拿钱，走。这边给他拿走，薛爷。去银行拿钱。喂，这笔钱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走啊！还给我！去银行拿钱，走。还给我！薛啊！薛爷，你快点跑，快点跑！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！王八蛋，你敢咬我！王八蛋！秀叶，秀叶，你
真的不需要我陪你上学吗？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别担心，黄医生的伤势应该不会太严重。谢谢。谢什么？要不是你和黄医生及时出现，我们是姐妹，有什么好客气的？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。你知道我去找你是希望你可以去看看爸爸。不可能。爸的日子已经不剩多少了，就当是我求求你去见他一面好不好？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的。你只要去见他一面，了了他的心愿，你就当是做好事，让他走得安心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要我说了多少次？我是不会去见他的。他是死是活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为什么你要这么固执？他始终是我们的爸爸。他从来就没有尽过做爸爸的责任。我知道他对不起你们母女，你恨他我可以理解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，恨也应该消了。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可以等，可是爸爸不能等啊！难道你要他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吗？你不会这么狠心吧？狠心？当初是谁抛弃我和我妈的？是谁那么狠心的？他有没有想过，这10几年来我们是怎么过的？他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处境？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？现在他有病了，才想让回我们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我说错了吗？他是罪有应得。就算他死了，也休想我给他送终。我以为你只是固执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冷血，这么铁石心肠。但我是看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再也不会求你去看爸爸了。我只希望10几年以后，你不会像爸爸现在这样懊悔一辈子，想弥补也没有机会了。三弟。
像美丽的图画。我睁大眼睛去寻找一颗心，动人的旋律，无界限的空间。宇宙中最亮的就是那颗守护星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，童话的梦会成真，请不要再犹豫，这个天空属于你，明天曙光你就会来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。新传媒电视第8播到。新传媒欢庆电视40年。